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位非常神奇的90后，他是怎么样呀？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谷歌产品经理，创立自己公司，现在又成为一个投资人，他就是赵月成。月成，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你现在在干什么？嗨，大家好，我现在是金沙江创投的投资人。像 Big Joe 刚才说的，我之前是一个产品经理也自己创过业现在主要在投资早期的科技项目。很好。哎，那我们现在稍微聊一聊你的背景吧。比如说月成，你在哪里长大呀？好对，我是出生在沈阳我妈妈是东北人，我爸爸是湖北人我在沈阳长到了8岁在中国上完了2年级，3年级呢我搬到了美国，在路易斯安那州上到高中，然后高中呢又搬到了 Nebraska，在 Nebraska 州上了高中大学去了 Boston，在哈佛大学在 Harvard 读的计算机本科。哎，这个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能够考上哈佛啊？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超级难进。那高中的时候你是怎么做到这个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呢？其实刚才我也说到了嘛，其实我都是在路易斯安那和 Nebraska 上的小学、初中、高中，在这两个州呢，其实大家上这种名校的意识并不强。那对于我来说呢，其实这个意识当时也是不太强的唯一想到的就是在高中的读书的时候呢，尽量努力一些，在课外活动上尽量努力一些。那当然，我也会尽量努力的去上这学校，但其实从最开始根本没有去想，就是我一定能够上这样的学校。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付出了我自己的努力吧然后呢尽我最大的可能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去做更多课外的事情然后呢，我也非常的幸运，我当时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有很多同学、老师都非常愿意的帮助我帮助我写 essay 帮助我写这个推荐信其实他们都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从中国过来的孩子而那个时候还没有绿卡，所以在美国申请大学呢，其实是算成一个国际生。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国际生在美国上学很难拿到奖学金，所以我申请大部分学校要不然是没有被录取，要不然是没有任何奖学金只有申请到像 Harvard、Yale、Princeton 这样的学校才有可能会去上学，所以当时确实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有很多人的帮忙我也特别需要谢谢他们。感觉非常励志啊！哎，那你中学时候有什么课外活动特别出彩的？哎呀，在我看来，其实我没有觉得特别出彩了。但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学钢琴，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正好我在上小学的那个州路易斯安那，正好有一位好心人他是一个香港人，他的名字叫 Kelvin，当时正在那里上硕士吧，正在读他的硕士学位然后呢，愿意去免费教我钢琴，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学起来了钢琴一直学到高中所以一直都在弹钢琴除了钢琴以外呢，也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在学校做了一些这个 international 的这种活动就是能够去 promote 一些这个国际的 culture，因为毕竟 again 我们在美国的中部嘛，所以其实 international culture 的意识其实是非常少的这种international 背景的人其实也非常少的，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活动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各个国家的一些文化、一些美食这个其实也是我当时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project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其他的了，比如说参加一些数学竞赛或者是在学校的一些其他的俱乐部，像法语俱乐部之类的，都会去积极的参与，然后去 lead。非常的谦虚哈，我估计它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用谦虚的这种姿态表达出来的。好，那你去了这个哈佛之后，你后来是怎么去 Google 做产品经理的呢？你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后来为什么选择去了 Google？对，我在 Harvard 读计算机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好自己想去做什么。我当时的想法可能是想去做工程师吧，因为毕竟我从小的时候也是自己的爱好关系开始做编程也是从10岁开始做编程，所以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别的，就觉得那要不然我就去做编程吧然后呢，确实在大学期间做过2次 intern 编程的实习一次在微软，一次在硅谷的一家创业公司叫做 Flipboard。而在这2家做过实习之后呢，我自己认为第一我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优秀，就我在工程方面可能没有自己想要的那么优秀。然后第二呢，我就觉得当我在做这些 intern project 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很深的理解到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 project，或者为什么公司在做某些项目，或者是在 push 某一些 initiative，这些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的理解非常的浅然后呢，大学之后也不太清楚我具体想要去哪家公司，我具体想要去哪个 team，我想要做什么样的工程师，这些都没有想好然后呢，我在大4
我在大4的时候就听说了 Google 有一个叫做 APM 的 program， 那这个 program 呢，就是作为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 Google 的 PM 职位，然后呢也可以通过一个 matching process 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的 team， 而且它的这个 program 比较独特，它是一个2年的 program， 第1年呢你在一个团队上，第2年你必须要换一个团队，然后第3年你可以选择留在第2年的团队上，或者是再选另外一个团队，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还蛮适合我。第一呢 ，PM 是一个我之前没有做过的工作，而且能够让我更多的 focus 在公司的 business side。能够去理解更多的商业逻辑，能够去做更多能够去跟公司其他的这些人去做接触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蛮有意思而且还是当然大部分时候还是在跟工程师打交道，所以我觉得我的背景当然也能用得上然后呢我就果断申请了，大4的时候就申请了 Google 的 APM 职位，拿到职位之后我就没有找其他工作了，我就去了 Google。那你当时去申请 APM， 包括准备面试这些事情，你有做特别的一些学习吗？或者准备吗？还是说你就随便去面就面上了？可以说是真的没有，就是当然也是跟我自己的意识相关，当然其实也不太清楚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准备，其实也没有请教任何的前辈，也没有请教任何之前申请过的，甚至没有请教过任何做过 PM 的，可以说是非常草率吧，当时申请了之后呢，就经过几轮面试，写了一个 essay， 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 lucky， 非常的幸运，Google 就给了我 offer。那一年 Google 在哈佛招了几个 APM？ 那一年 Google 在哈佛招了，我记得应该是招了3个 APM。3个 APM， 那除了你之外，我猜另外2个都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对。那你是唯一代表，不错不错。好，那你对，顺便回忆一下，你当时 APM 面试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APM 面试，当然我当时的面试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了。当时面试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就是一个phone screen 啦，打一个电话然后呢，应该 phone screen 之后就直接把我接到 Google 的总部，做了一个 on-site interview、whole day interview。那个时候可能面试了3、4个不一样的 PM， 面试了1到2个 engineer，不太记得了。然后呢，然后就结束了这个 on-site 面试，回到学校之后呢，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们要我们写一个 essay，具体的内容我也不太清楚了，但应该是分析某个行业或分析某个产品之类的这样的 essay。我当时呢就分析了 Uber。然后最后的一个环节应该是跟 Brian Gurkowski， 就是我们 APM 的项目负责人，也是 Google 的安卓 VP，跟他做了一场面试，其实很短，也是20到30分钟。面试成功之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recruiter 开始 reach out 给 offer 之类的然后应该是在春天的时候做 team matching，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感觉好像跟未来这个 Uber 的结缘扎下了一点种子。好像是的，好像是的。好像那我们就快速的前进，就说到这个 Uber 这个事儿了。就后来你在 Google 待的时间并不算非常长，然后就加入了 Uber， 然后后来呢又自己创业。来说说看这段人生经历以及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吗？其实我觉得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也没有说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划我在大学的时候呢，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那当时呢，我们在大学的期间呢，其实就一直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跟中国相关的事情，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比较相似了，我们两个人都是小的时候来到了美国，在美国长大，去哈佛读的书然后当然从哈佛毕业之后呢，也选择了现在美国工作，但我们一直都有这种想法，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回国闯一闯，因为当在硅谷做的时间比较长了，可能这边的对吧，这个职位薪水可能那个时候如果再放弃一些回到国内去重新学习的话，这个 opportunity cost 更高，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去试一试。所以我在 Google 做了1年之后呢，我就需要做一个选择我是去转到 Google 的另外一个 team 呢，还是我去另外一家公司？那当时我在去 Google 之前我没有想太多，本来以为这2年的项目我肯定会完成但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呢就是在 Uber 去做中国市场。当时呢，包括现在我觉得没有什么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的比 Uber 做的还要好了或者是做的比 Uber 的这个市场份额还要大，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跟着一家美国公司能够去国内能够通过在美国公司做，能够先接触一下国内市场，能够先去学习一下我就果断了选择去 Uber在 Uber 呢，我负责 Uber 的中国市场的整个市场效应团队，我们当时呢负责分配 Uber 每个星期在中国的各种补贴上的一些费用包括司机端和乘客端的费用这个是我当时 team 主要做的事情。那你当时在 Google 和 Uber 做的还是 PM， 但后来呢你就去创业去了，你能说一下这个转换吗？比如说PM 适合创业吗？那作为一个创业者 PM 的技能和经验对你有帮助吗？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其实是 PM 没有的，你后来自己提高的呢？对
当时也是很巧啊，就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每次都是比如说我的人生 circumstance 在推着我走，而不是说我去选择这样去走啊。比如说去了 Uber，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时的一个机会，其实把我推到了 Uber。然后呢，我进入 Uber 之后，其实时间不长在2016年的8月份，Uber 就从中国退出并宣布和滴滴合并。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个选择，我可以从中国回到美国旧金山总部，然后继续在 Uber 可能做其他的这种国际市场的这种 growth，或者是去参加其他的团队，或者是呢，我可以辞去在 Uber 的工作，然后留在中国。那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去中国，而且我们当时全家都已经搬回去了，我就辞去了我在 Uber 的工作，然后开始在中国找工作。那我在中国找工作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在美国首先在一家头部公司，一家10万人的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又在一家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公司，3000人的公司做了一段时间。那我回到了国内呢，我就认为，哎，其实我想去一家小公司去做一段时间，所以呢，我加入了一家创业团队这个团队当时是Pre-Series A。在北京的一个20-30人的团队，海归团队，主要做金融方面做海外投资。那我就觉得，哎，其实呢，我的海外背景其实也能派上用场了。然后又是一个小的团队，而且因为是海归，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团队文化和个人文化上面，我觉得我能跟他们更好的去接触吧。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团队，在这个团队做产品经理也是做了1年的时间。其实是通过加入这个团队，我才真正进入了这个创业圈子了然后呢，在这个团队做了1年之后自己想了想，觉得该做的也做的差不多了从这家公司出来，然后自己去做创业我觉得你刚才问的问题是 PM 到底适不适合创业？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就是首先我觉得你是要问的是你自己适不适合创业，因为创业其实是一件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创业，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创业，因为创业的成功几率也非常的低，所以呢主要是看自己的一个 risk tolerance， 主要是看自己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当然我觉得在做 PM 的时候呢你会学到很多 skill set， 这些 skill set 在创业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这个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set 和其他人沟通的这样的一个 skill set， 比如说怎么去 manage 一个 project， 或者是 manage时间，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包括了解就是项目的开发这个整个的流程需要注意什么需要怎么去做包括怎么去看数据，其实我觉得这些就还有很多其他的 skill set， 我觉得当然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但我当时做 PM 的时候因为主要还是做 entry level PM， 所以我觉得我对商业的理解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是很深比如说收入比如说支出比如说到底怎么算毛利怎么去做获客怎么去做 marketing 怎么去看机会，其实这些我觉得当时我做 PM 的时候没有受到特别好的 training， 所以主要是从开始创业之后才会去看到就是自己在这些领域是有一定的缺乏。所以说你相当于在 PM 呢就蹭了一下，镀了个金，时间不长，稍微的学了一下，然后你很快呢就把自己扔到了一个更加速成长的环境，那就是创业。对，那可能你在 PM 领域，你再过几年，也许这商业能力你也可以提高，但是你创业你就提高的更快。是的。那你当时后来是怎么来弥补这样的一些知识和能力上的差距呢？其实我觉得还挺困难的就是这种刚才这个大舅提到的这种加速，其实加速并不容易我做创业做了1年的时间之后呢，其实我就决定了wind down 那家公司因为我当时对自己的判断就是自己还没有 ready 自己在各个方面成长不够包括当时看的机会和做的方向呢之后也发现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所以从那家公司出来呢，我就比较深的去考虑自己应该去怎么做，自己应该去怎么提高自己。那当时摆在我面前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回去到公司做 PM 我认为如果回去到公司做 PM 的话呢，肯定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学到很多我之前没有学到的知识。那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去申请商学院我在大学期间也考了 GMAT 当时有想过之后可能在某段时间会去申请商学院，所以那个时候也考虑了特别是 Stanford 的 MBA。那第三个选择呢，就是也是这个 circumstance somehow 把我 push 到这个第三个选择上，就是做投资人我当时呢18年的时候从公司出来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就是加入金沙江创投去做投资人其实做投资人呢是一个非常另类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我觉得因为在做这个职位的过程在做这份工作的过程当中吧其实你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对行业的分析，对行业的判断，对各种企业的分析和判断没错而且呢
比起在公司做呢，其实比公司做的要更 high level 一些，所以是的，你并不会得到那种 day to day 的这种 operational 的这种经验，但你确实是会在资本方面，在公司战略方面，在这个公司的商业策略方面，你会去做很多研究和学习。所以我当时也是认为我是在这个层面其实特别的缺乏，所以我就选择了进入金沙江去做投资。我选择进入金沙江去做投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啊，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因为这个团队特别喜欢互相帮忙，而且特别喜欢互相传递各种知识啊。那我认为这个团队里面的各个投资人当时那都比我优秀太多了，所以他们有太多可以来教我的，可以传授于我的，所以我就觉得那这个可能是当时最好的就是提高自己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不错。哎，那我想问你啊，你现在做过产品经理，做过创业家，做风险投资人，你最喜欢做哪一个？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吧，各有各的好处真的是如果说我最喜欢做哪个呢？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看当时在做的事情和这个时间节点。比如说我在做产品经理的时候呢，特别是在 Uber 的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的刺激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 hyper growth 在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非常 interesting 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觉得那一份经验真的是让我特别的难得。然后现在在做投资的话呢，我觉得这2年的期间，在做投资的这2年真的是让我的个人成长最快的2年。我觉得从各个方面，其实这2年都是非常的 special。哎，那假设现在有一个人走到你面前来，你说，哎，岳晨啊，我现在有一些机会，我可以选择做产品经理，可以选择创业，可以选择投资人，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推荐这个人去做产品经理？什么情况下推荐这个人去做创业？什么情况下推荐这个人去投资呢？好问题。我觉得我会把这些行业的一些属性可能跟他讲清楚，然后呢，让他自己去做选择。因为我不认为，其实我不认为人生是线性的哈，也就是说，其实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去做任何选择。那这个选择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你之前其实并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领域，可能会给你一些你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新的机会啊。比如说我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当时去 Google 去做 PM 的时候呢，我没有想到就是说，哎，我从 Google 做 PM 之后，我可以去 Uber， 然后可以把我带回国。我回国之后，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加入创业公司，然后加入了创业公司之后，我会自己想创业。那我更没有想到就是我自己做了创业之后，somehow我能得到做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做投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做任何选择。那这个选择可能会把你带到人生的一些另外的一些 path 上，可能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吧，根据个人当时想要去做什么。比如说做产品经理，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些点就是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团队你会有一个自己的产品你可以对你的产品负责，你可以看着这个产品从0做到1，从1做到10，从10做到100。那如果你特别喜欢这样去做，你特别喜欢跟一个团队去合作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做创业呢，就是说 OK， 你特别想要就是自己决定，自己就是完全的决定自己想去做什么，自己想去追求什么样的机会而且呢，你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你愿意去做很长时间的一个摸索。其实我觉得创业也是一个非常的也是一个个人自我摸索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吧。那如果做投资呢，我觉得就是说 OK， 你是不是特别愿意的去把你的时间都奉献给其他的人？因为毕竟其实自己没有在做一个自己的项目，你总是在听着别人做的项目，你总是在给别人各种 feedback， 可能给别人各种的 suggestion， 包括就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希望能够share 给其他人，这样的话能够去 enable 他们去做他们想去做的事情那这个是你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吗？如果这个是你喜欢做的事情，那可能你应该去做投资，或者是你特别想要去更深的去了解各种各样的行业和各种各样的公司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吗？如果这样的话，你应该去做投资。特别精彩，特别精彩。那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按照刚才岳晨讲的，自己分析一下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你现在处在什么阶段，来可以选择你自己的一个职业道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呢在接下来节目继续采访赵岳晨金沙江的投资人。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在屏幕上打出一个二维码，那就是我们最近开设的我们节目的观众群。那请扫码，然后让这位同学拉你入群。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请记得订阅、点赞、转发等等。如果在哔哩哔哩上你想这个3连的话，那就太好了。如果在 YouTube 上呢，你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节目继续采访赵岳晨，深入的聊一聊风险投资这个行业。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拜拜。